我真的是因为今天这家餐厅，所以才1周都没有更新，就是怀石料理，你们知道吧？然而我们今天吃的是比它还要装逼的川床料理，因为这种店对地理条件的要求都比较高，所以它大多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。今天我们找这家店就在京都山区的深处，它那个地方没有通公共交通，就是你要么开车上去，要么爬2个小时的山爬上去，反正我们也就是跋山涉水，涉水跋山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当是满足我们夏天最后的好奇心。今天又是什么日子？又是乱花钱的日子。终于到了呀，姐妹们！入口就是这种高级日式庭院的设计，非常喜欢。当然吃川床还是要脱鞋的哈，免得你的鞋子被冲到鸭川里面去。我们这个没有在最上游，但是还是不错了。看到这儿你们就懂了，川床就是指的在河上面搭了一个吃饭的地方。这肯定是我来过最凉快的餐厅。但是问了服务员好像并不能泡脚啊，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吃饭吧。这是第一个前菜，一堆夏天的食材。这个是血子鱼冻，它吃起来就是鳗鱼口味的果冻，然后是一只裹了蛋黄的小虾，就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比较奇葩的是这个鳝鱼，皮其实已经给你剥下来了，莫名的有点奇怪。然后是腌制的半截鲶鱼。日本到了夏天，哪家餐厅都会有这个菜。然后是一个三文鱼寿司。我这样说你在河边真的没必要弄海鲜，味道非常勉强。然后这个东西很好吃，它是蛋卷生姜，这是这里面最开胃的一个菜。然后上了一杯小甜虾，还有一杯豆角的沙拉啊，单鸭也算鸭。然后是一小杯水蜜桃汁，不过这个还挺好喝的。然后是一小盘刺身、鲷鱼、鱿鱼、金枪鱼，中间这个草查了一下叫阿尔巴拉菠菜，还是金枪鱼最好吃啊！就是什么季节它都很好吃，而且还是厚切，脂肪也适中。鲷鱼还是一如既往的平淡，就是胀肚子用的。这坨肥肥厚厚的鱿鱼其实还可以，应该是现杀的。然后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他们家的鲶鱼，因为这个就是在河里面养。这一条鱼看上去一脸懵逼，诶，我做错什么了？阿姨说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青汁淋到上面，然后从头开始吃，头的地方因为没什么内脏就不苦，但它实际上苦一点会更香。这个完了之后就是天妇罗了，中间那个是烤麸，就是在关东煮经常吃到的那个。它上面这个好像是玉米粒，还可以撒一点抹茶盐上去。然后这个是鲶鱼幼崽，为什么这么小就要吃人家？因为它好吃。接着是炸虾，外面裹了一层甜甜的脆皮，然后是黑胡椒小和牛，那个黑色的小球就是黑胡椒，原来黑胡椒长这个样子，而且居然是甜口的，好吃，果然还是牛排才有满足感。然后是一个凉菜，血子配梅子酱，什么清奇的搭配，可能这就是夏天才有的吃法吧。然后是一份流不动的流水素面，有点像我们那个细挂面，但它这个面是冰的，这个碗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酱汁就和soba的味道一样，就是可乐兑茶的感觉，还是好吃的，而且吃的这个特别凉快。最后一道是米饭，就是白米饭加鱼苗加味增汤加茶，还有2块腌萝卜，就是感觉越吃越清淡。最后的甜品是西瓜加哈密瓜，你们看这一口，80。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，他送了我们一把扇子，是一次可爱的体验，9分，很适合来玩一下。夏天就这样吧。卡玩意儿，小青椒吗？今天这家烧鸟店终于把我吃服气了，我真的是约了他1个月才约到，非常讨厌日本这种耍大牌的店，所以他要是不好吃我就把它骂死。这个一定要一口吃。今天就来看看，我感觉我要被蛋液淹没了。这家在塔贝罗沟上面有4.17分的烧鸟店是什么样子？又到吃烧鸟串的日子。今天去的这个站叫鸭上站，那就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压得上。稍稍迟到了，下回感觉会被骂，因为非常严格。吃东西不要想那么多。这种完全预制的烧鸟店有个特点，就是主厨会给你一直上菜，直到你把房子卖了或者你亲自叫停，他才会停。然后主厨旁边会放一个这个锤子，你们知道是干嘛用的吗？就是当你结账的时候，主厨如果发现你钱没带够，他就会。不过啊，看到这3个师傅都没有头发，心里对味道还是放心了很多。好了，第一个串是烤鸡心，上面放了一点姜丝，它这个吃起来有点特别的是，里面全是那个心脏的肉汁，还不全是鸡的油水，其实更像是甲鱼汤的那个鲜味，特别的好吃啊。鸡心的软硬和盐的厚度也刚刚好，我甚至开始有点期待下一串了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胗，挤上一点柠檬，它这个头其实还有点大，不要看它外面那么难嚼，但它其实里面是生软的，这种半生不熟的就很考验师傅的基本功。然后称等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玩一下这个可以领福利的游戏，点左下角这个游戏登录就可以领288，挂机升级就可以领现金，每升一级还能多领1000，秒提现秒到账，每月的饭钱不就出来了吗？牛逼啊！好啦，下一个菜也上了，是一盘豆腐前菜，浇上一点酱油就可以吃了，表皮酥脆，里面的嫩豆腐还很扎实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脖子肉，我经常在想鸡脖子不是没什么肉吗？这一整串一只鸡到底够不够得了？但它的肉质是真的很嫩，就特别的弹牙，这个部位真的贼好吃。吃多了肉我们再来点素菜啊，烤大香菇，师傅还专门提醒说小心里面的油水烫嘴，你看光是这样摇都看得到里面的油水在动。它是先腌了之后再烤，哇哦！然后这个是鸡脆骨，边角都有点烤焦了，我觉得它那个骨头吃起来肯定很脆。它这个真的是肉跟骨头是连在一块的，就不是那种超市里面看到的假的，骨肉相连的那个地方油脂特别的多。然后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它居然没有给我配蛋黄。它这个肉丸咬开里面还有惊喜，就是里面全是脆骨，嚼起来都是嘎吱嘎吱的。接下来是一串银杏，其实就是白果吧，真的很像烤小土豆。然后师傅好像听到了我们在讨论为什么提灯还没上，这次的提灯蛋液特别的饱满，其实要一口吃，主要是因为提灯的重点其实是后面卵巢的部分，未成熟的卵其实只是充当一个背景的作用，衬托出卵巢肉质的嫩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稀少部位，鸡的食道，这个吃起来的整体感觉就是巨弹牙，然后怎么嚼都嚼不烂。哎呀，它食道的外面一圈还是脂肪，然后是一盘形状怪异的青椒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椒我还是第一次吃。
它是圆的哎，它吃起来其实是甜的，上面还有一点芝士碎末，比普通青椒的皮更多更厚。然后是鸡中翅，都已经帮你切好了，虽然很香，但我还是更喜欢肯德基的辣翅。然后是2种不同部位的鸡腿肉，两个的口感还是有微妙的区别，但是都是嫩化的那种，就是基本功嘛。最后还给我上了一串鸭肉，我其实已经有点吃不下了，我们还是让师傅最后烤个素菜吧。还真就给我上了这么大一坨山药，不过这个山药其实烤的挺甜的，感觉自己像在吃藕，就是这个拉丝看起来有点奇怪。好了，最后不管多撑，还是要用碳水来解决才有满足感。这是烧酒店必备的亲子冬，它还在表面上浇了一层蛋液，中间还有海苔，吃起来的味觉体验还是挺丰富的。甜品是一个菠萝。啊，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菠萝的味道，这个应该比较好脑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是要比普通的店好一些。卡玩意儿，我去，你们看今天这个寿喜烧，其实自从上次之后就没吃到过像今天这么好的店了。这才是寿喜锅最好的味道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是不是很久没来吃寿喜烧了？然后我今天就在网上搜，就看到了这家比较破的小店，但是我一看他们家的开店日期，我惊了，1886年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他撑了这么久都没倒闭？すみません。リュウです。予約しましたリュウです。他家这个榻榻米我踩上去都在响，不过他们家氛围是真的挺好。我挑了一个坐在窗边的位置，窗户打开就是后面的庭院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少しだけ追加したいけど、トークでいいです。1人前，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，上面基本上就只有牛肉跟酒，牛肉还分贵的跟便宜的，就都试一下哈。じゃあ最初はこちらで。これは自分で焼きますか？最初に来看一下便宜牛肉跟贵牛肉的区别啊。这是3000一盘的肉，这个是3800一盘的肉，它上面的油会很多。我们还是先让小姐姐烤便宜的吧。下菜的小姐姐真的是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就是餐满寿喜烧的料，看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等它煮开就可以了。这个葱根的味道真的巨香。对了，这个鸡蛋液，我上次看到有人直接把它丢到锅里煮，也不是不行，也是可以的。它这个其实是用来蘸这个肉的，反正你怎么吃都可以。用这个带了一点葱香的牛肉，裹满刚才搅好的生鸡蛋液。这一口真的太绝了！不过看到对面坐了对情侣，我就想到快到七夕了。买包包我都在评论区的得物上面选 ，LV 这些大牌包比专柜都省几千，还有专业鉴别，买着放心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。墨鱼丝也煮好了，这个魔芋丝裹鸡蛋液的效率真的很高。脆嫩的口感，你也可以把它煮久一点，煮到那种一夹就断的样子，也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再来试一试贵的那盘肉，它就是更大一片，再浇上一点酱汁，等它变色就可以吃了。因为它这几块肉脂肪比较多，所以就很适合配着米饭吃，特别的下饭。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最大的肉，再往嘴巴里送一大块米饭，就很过瘾了。你还可以用和牛卷着大葱吃。其实我之前也不怎么吃葱，但直到我尝到了葱根其实是甜的之后，就爱上了大葱。茼蒿也差不多了，也可以用它跟葱卷在一块吃，双重美妙。最后再来一块豆腐，这个才是豆腐的正确做法呀。再来一块肉卷茼蒿，今天也是寿喜烧大满足。不过残念的是他们家并没有甜品，买完单之后自己去便利店买个甜品吧，还是这个雪大福最好吃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这家店居然在烤和牛里面包了一整个生蚝。这什么神仙搭配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，为什么我没想到？今天这家店应该算是一家创意烤肉。然后看它官网的那个图片，我就已经馋得不行了，就长了一个豆腐，非常帅啊！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リュウ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第一个前菜是香肠火腿午餐肉，但是午餐肉除了煮火锅还有别的吃法吗？第二个是2片熏制的香肠，第三个很好吃，它就是那种吃进去是火腿的味道，但它其实是午餐肉，心机的撒了一点黑胡椒。然后还有一个小菜是番茄牛腩，我发现这种番茄的酸甜味能够瞬间把你的胃唤醒，感觉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吃牛战士。我们的第一盘肉也端上来了，像这种店一般都不会让顾客自己烤，师傅先是刷了一层牛油，然后烤上了我们家的第一盘也是唯一的一盘五花肉，听着五花肉冒油的声音就很解压。他烤的这块其实是比较偏瘦的五花肉，师傅烤的刚刚好，所以嚼起来很有劲道。接下来就是牛肉的部分了，这里面最好的是下面的那块肉，就是大腿连接肚子的那块肉，非常小的那个区域，所以它很少也很贵。师傅说可以配上这种专门用来蘸牛肉的酱油，滴上几滴就可以吃了。它吃起来其实很扎实，但是又很有弹性，这就是稀少部位带来的快乐。不过看到这个价格还是羡慕国内的你们，还可以用骑士卡。上次回国用它吃海底捞，双人餐才160，上支付宝搜索骑士卡就能免费领一张，而且点外卖7折起，每天免费领最高66块的红包，点喜茶、可可奶茶也是7折起，还能领奈雪5元代金券，现在点评论区就可以领取啦。好啦，说回下一个肉，就是这块超大的里脊肉。这块肉的脂肪很少，然后师傅把它烤得特别的软，所以我就好奇的问了一下师傅，为什么我们自己烤肉烤不到这么好？师傅就拿出了他的一个笔记本，上面的笔记真的是特别的可爱，什么烤肉的水风船理论，算了，我估计学不会。你们看他这个色泽，这个必须承认这太有差距了。对了，如果你是那种吃烤肉特别容易腻的人，你其实可以在上面加一点山葵。
这样你吃10坨都不会腻，蘸一点盐也很香。接下来这个是牛的横膈膜肉，比较常见的一个部位，一个字总结就是甜，这个也可以加一点刚才那个酱油，肉质香甜还是挺不错的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，看到这个正在慢慢变鼓的肉包子了没？隔它1米远都能闻到喷出的海鲜味。和牛的油本来就很多，烤出来的油会把生蚝死死包住，摊开的一瞬间我都惊了，里面的生蚝还是一个稚嫩的状态，然后师傅会给每一块都单独滴上烤肉酱，全熟成的和牛加上饱满多汁的生蚝，甚至想写一篇满分作文来赞颂它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尝一口。哇！因为和牛的油水是甜的，所以它就能把生蚝衬托的特别的鲜美。这2个食材加在一块真的是神仙搭配。虽然很想再来一份，但这个他们家每天限定1盘，这个也要加一点山葵。接下来是这2个烤了很久的肉丸子，感觉它好像开局就在烤这个，不过成品确实还挺 Q 弹的，用筷子夹它也能感觉到那个反弹的力道。这个肉丸子的观感就是特别的扎实，你用它蘸酱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哦，你们看到它流的那个油了没？这就是专业的吧。然后是这个典型的 A5 和牛，每一面只能烤2-3秒的那种，看师傅慢慢卷肉的样子真的好舒服。然后会放到特制的蛋黄酱碟子里，这个碟子也是我没吃过的味道，应该是蛋黄液又加了什么调料，反正裹满酱汁，一口吸了。但是说实话哈，这种 A5 和牛真的太油了，吃个1-2片你觉得很香甜，但吃到第3片你会觉得下面要窜。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最后要加肉的时候，师傅会直接把肉端到你面前，一个肉一个肉的跟你讲解，感觉甚至还有种仪式感。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份主食是咖喱饭，感觉今天有点吃太多了，吃完甜品就赶紧回家躺着吧。焦糖鸡蛋布丁饶了我吧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